在整个设备安装就位完之后，就是放到槽缸之后，要把这个整个的下边这个与槽缸进行一个有效的焊接，就是让它整体设备整体的外壳接地。因为设备存在一个运输的过程，所以在设备安装就位完、焊完接地之后，要做的第3步就是对设备内所有的线路进行一个检查，包括对所有的元器件进行一个外观的检查。首先，我们拆掉外包装，安装就位完，第一眼就可以看到的有触摸屏、指示灯，还有一些按钮开关。对这些，只要进行一个外观的检查就可以。触摸屏应该是没有裂缝、没有划痕、没有碰撞的痕迹。灯和按钮保持良好。打开柜门之后，可以看到内部的一些控制系统的器件。对这些器件内部所有的接线的线路都要进行一个大概的检查，包括像这种板件上的插件，还有这种空开上的接线，包括一些继电器的紧固，还有一些板件的外观。还有整个板件外部会有一个防护膜，要看一下防护膜是否完好。完成控制柜的检查之后，开始对功率柜进行检查。打开功率柜门，内部是功率单元。对功率单元的检查就比较简单，就是功率单元的固定螺钉、输入电缆、输出连接电缆以及通讯光纤。要保证以上所有的接线紧固无松动。对功率柜进行完检查之后，接下来要检查的是变压器柜。变压器柜主要检查的有3个地方：第一个地方输入侧，第2个地方输出侧，第3个地方中性点。然后要保证以上3个位置所有的螺丝钉紧固无松动，电缆紧固无松动。在一般的工况应用中，高压变频器与外部的连接一共分为4类。第一类，用户提供过来的供电电源 AC 220伏；第2类，后台中控对变频器的控制电缆，以及变频器到后台中控的反馈电缆；第3类，到高压开关柜的保护连接电缆、保护连锁；第4类，高压开关柜到高压变频器的输入电缆。以及变频器到负载电机的输出电缆，其中低压侧的所有的电缆都是接到控制柜的这个位置。当所有外部电缆连接完毕之后，用万用表来测量一下输入电源。测量电源正常后，送 QF1 空开。观察电源板、I/O 板、主板以及显示屏。在控制系统上电之后，我们即可对高压变频器的一些参数进行设置。具体的设置见文档。如果在现场还有其他参数设置类的疑问的话，我们可以提供远程视频指导。